欢迎来到聊标吧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请到了贝次哥许之胜，鼓掌。好，贝次哥自我介绍一下。谢谢，大家好，我是许之胜，大家都叫我贝次。打标现在没几年，然后还在线上，还活着。没有没几年嘛，很多年吧，靠，随便乱讲。好，贝次哥呢，除了是我们非常资深的选手之外呢，他也是我们 TUDC 的创办者嘛。你像那个叫什么会长是不是？我不是会长，我算秘书长。秘书长，对，秘书长就是苦工哦，对做事的。对，好，那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呢，跟大家介绍 TUDC 是个什么样的活动赛事？这样。哦，讲到 TUDC 这个，我们可以带到就是我之前Super大使的经验吧。对，就是之前在2018年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才打标第二代，打标2年而已，刚好运气好，然后有机会打到台湾代表去打Super大使。那个时候是怎么算的？就是那个时候，其实我真的是完全靠运气耶。其实我真的是靠运气，真的。什么叫靠运气？靠运气就是非常非常的机会，因为那一次就是刚好那个有 Super 大使的台湾 Pro， 那时候有台湾 Pro 嘛，然后有台湾代表的机会，然后他就是台湾的32强吧，我记得32强年度排名32强还是16强才可以去选拔那个台湾代表。所以说年度积分到前32，对，然后再打一场。对，那天一打完，我们就马上去打，而且那一天我输就输普坡。那一天先打完台湾 Pro 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打 Qualify。对，然后我输就输在普坡。对。可是那年还是你去啊？对，那年我去，我那一场是输给普坡，结果打 Qualify 的时候，最后我又赢普坡。OK， 所以他看积分之外，然后再打一个 Qualify 是另外一场单独的。对，再打一个 Extra Stage 这样。我非常好奇，因为毕竟贝斯哥是台湾第一个去 Super 大使的选手。其实我算第二个，你算第二个，蔡子豪才是第一个。可是子豪他是投票嘛，我们大家他比你先吗？他比我先，他2017吧，我记得。OK， 因为子豪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台湾都还没有机会去打，然后有一个票选，我也有投他。当然台湾最强蔡子豪一定要去。惹沃有一张拿第2名那一年嘛？那时候我还很菜，我忘记了，他惹沃也在拿亚军，但是他那次就是 Super 大使唯一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台湾选手可以去参加，就是子豪。对，那时候我们疯狂投票，只要有机会就朋友也拉来投。对，蔡子豪那时候也是我偶像。好，所以那时候、希望他看得到，他才是第一个。他知道啦，我都有跟他讲，他是第一个。那我其实是第二个，我是台湾打出来的，我算第一个。但是如果说去参加 Super 大使的，子豪是第一个，对，他才是先拜。我去之前其实都有去欧 blue 找他，去千祥找他，跟他请教。对，然后他有给我一些建议啊，怎么调整啊，然后去 Super 大使的面对，其实我有去找他，对，很感谢他。那 Super 大使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，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旅行，我觉得很厉害。我一直很想跟大家讲，但是没有办法去诉说我当下的那个感动，就是说我到那边，我觉得哇，怎么跟我在台湾看见的不一样？对，所有的选手到了那边，然后你应该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你被怎么样子的安排，然后包括你去在比赛的过程中你的彩排，然后它的灯光秀，它的一些声光效果，非常非常的棒。那以前因为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我们上舞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，我难得可以上舞台去做这样的事，去比赛。可是你上了舞台以后，你转头你会发现大家都在打自己的标，做自己的事。慢慢你就会1次2次以后，你就越来越不紧张了，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上舞台不难。可是 Super 大使不一样，因为你会看到，对，所有的人就是眼睁睁的盯着你。我花钱买票进来看比赛，对，我希望看到一场好的比赛，所有人都看着你，盯着你。然后包括那一次有很多好朋友，或者是说一些台湾的朋友在那边，然后
会帮你加油啊，干嘛的？哇，那个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。我那天没有喝酒，那边是可以喝酒，那边可以。其实他选手你到了那里以后，他会带你到选手休息室，它里面有所有的酒，满满的一整桌，不管烧酒、清酒、whisky、啤酒，满满的随你喝。哦。然后他有那时候刚出来的 Dust Life 3。第3一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就带我们去练习，他会有机台给我们练习，然后酒随你喝，然后你要签名啊，有海报啊什么的，很多东西要做，然后要彩排。那时候我觉得说，我们很早就集合了，然后要彩排要干嘛的，然后我又想要跟 Phil Taylor 他们一起练标，所以我就很紧张，所以我就不敢喝。我觉得说我要等到比赛之前或者比赛的时候我再喝，结果发现比赛不能喝。比赛当下不能喝，上去他就把我的酒拿走了。对， okay. 然后只剩矿泉水，然后所有的首饰、戒指，通通都要拿掉。对，那时候其实有一点，因为我有点依赖我的手环，那时候就是我必须要手腕应该要夹到什么样子的。对，如果我手环掉下来，我就不会丢了，所以我要把手环夹住，那表示我的手腕是对的。对，那时候我全部被拔光，完了，我超慌，又没有喝酒，只剩水。所以上去的时候，大家看影片好像我很认真在丢标，但是其实我的脚在抖。脚在抖。我为了我的手不要抖，其实我的脚在抖。其实我的脚在抖。对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它在比赛的过程中是有一个它是非常非常的安静，全场都很安静，在丢标是很安静，只有丢完之后会欢呼嘛。那很安静，就是它有一个背景音乐是叮叮叮叮叮。如果你去看 Super Dust 的 DVD， 你仔细听，它有一个背景音乐是叮叮叮这个声音。我回来1-2个月耳朵都还在耳鸣那个声音。那个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很安静的背景音。就是这样而已，纯背景音而已。对，噔噔噔这样子。我回来的1-2个月大概都还是那个声音，所以我对于 Super Dust 的这个经历是一个。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体验。对，我觉得台湾选手都应该被这样对待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事情。所以，讲到刚刚讲回来 TUDC 嘛，我们去做 TUD 这件事情，其实最早是黑粉联合。对，应该大家都对黑粉联合不陌生。黑粉联合是我创的。跟戴宏光学长，对，为什么叫他学长呢？因为在台湾年资最大、标龄最久啊，对，全台湾标龄最久的就是戴宏光了。对，在台湾线上还在比赛的选手，标龄最久的就是他。那时候因为台湾有大家就是所谓知道的 Dust Life 啦、凤凰的选手啦、Dust Life 选手。常常就是我们是Dust Life的比赛的选手，他是凤凰的选手，常常我们就是比赛不会互相遇到。OK。对，那因缘机会下，我认识戴宏光学长是在他那时候还有开店在板桥。对，我常常就是要打凤凰的比赛的时候，我就跑去他店里练习；要打 D2 的比赛，我就跑去 D2 的店家练习。所以后来有机会认识他，然后到后来就是我们发现。我们在台北的选手标队慢慢没落了，标队越来越少了，有一阵子店家慢慢变少了，然后标队也不多了。你会发现台北部的选手其实标队强的这些选手没有什么标队的，我们都是自由选手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学长说：“戴宏光，我们不要再分 D2 或是凤凰，我们一起来组一个队伍。”就是一个 group， 然后把这些好朋友聚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练习，一起进步，然后一起去打比赛，大家有个伴，这样就类似以前南部有那个黑三军嘛。对，类似很强的几个。我其实稍微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比如说之前在爬等的时候，可能一个人在店里。然后你可能打，你已经打到店里最强，然后当然大家还是会挑战你，但是就是你需要有个实力也是很坚强的，或是比你高一点点的那种，对，去 push 你，不然有时候会安逸啊。说实在，真的会这样。有时候如果你已经打到店里最强了，说实在有时候会
也是会松懈一下子，对啊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很孤单的。比方说我们要出去比赛啊，干嘛的？你要自己订车票啦，订房间啦，然后想要问一下，有没有人可以陪我去啦，干嘛的？然后你去到了，比方说我们去嘉义比赛，去台南比赛，去高雄比赛，到了那边你一个人，然后当地的选手很多，你可能也不认识，你就默默的找一个角落坐下来，对，然后又怕包包被干走，找个地方放，然后买个一杯酒，坐在那边准备练习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孤单的事情。我觉得我想要把双北市的选手，因为这些很多都好朋友，大家一起集合起来，我们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有比赛的资讯共享，有比赛我们一起去，一起订房间，一起包车，甚至一起出去玩都好。然后我们就去做这件事，所以我们成立了黑粉联合。我们戴文光把他凤凰这边的一些以前的选手，从来不太接触 D2 比赛的选手一起带进来，我们也一起加进来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共享赛事，一起出去比赛。所以慢慢的就没有什么 D2 跟凤凰的隔阂了。后来就是所有的比赛大家就一起玩，这是凤凰黑粉联合的创始，我们是这样来的。那 TUDC 其实就是黑粉联合的延伸。对，我觉得黑粉联合去带动了很多很好的事情，就是说像张胜杰卷毛，最近非常的红，非常的厉害。对，他现在其实也是享誉海内外，但是像那个时候，我一开始最早看到他就是跟他女朋友默默的来，打完比赛默默的走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才，我们一定要网罗他，所以他加进来黑粉联以后，我们就一起玩，一起闹，一起出过比赛。对，让他现在被很多人看到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。因为我以前比赛很常，就是打到，就我还没有拍影片之前，我在比赛的时候，我很常打到他就输了，打到他就输了，大概真的会就是大概16强8强遇到他就输，然后我就对他有影响这样。然后有一次我好像是，反正有一个比赛是早上是打硬靶，然后下午是打软靶。对，在西门那边嘛。对。然后我们2场小组都在一起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他就喝醉了，他喝醉了说：“我记得你这样。”然后反正就聊天聊起来，然后就稍微认识一下。然后后来遇到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是刚升16，但是我不太清楚要怎么去17这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他说：“你是怎么从15就是14、15，然后到17这样子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就被黑粉抓去干，然后干了1年，然后就17了。”他就这样跟我讲，然后我说：“哦，好，没办法参考。”但是他是说，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，你真的可能你看到的都是强的，然后你也没有跟那些人差太远，你可能会觉得，我可能再谨慎一点，或是再不要那么放松跟紧张之间取得个平衡之后，会突然有个诀窍这样，然后突然就上去了。对，所以刚刚贝斯哥你刚刚讲那个卷毛的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记得这个故事，所以我今天听到原版的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很严格，我们那时候是跟 AA 合作，然后我们都来 AA 团练，在 AA 大使团练。那基本上我们来团练大概都会用到8个机台，20几个人。那时候我们黑粉联合全部大概10几20个人都会来这里团练，我们固定时间在这里团练。我们一来的第1个小时是所有人都要打 Con Up，Con Up 都一定要破1000分。对，然后 Quick Up 要打到多少？如果你功课没有做完是不能对战的，你就去旁边练。打完的人开始，我们每一个机台开始对战。那时候有 Emerson 啦，那个张胜杰啦、戴宏光啦、沈天行啦，我们那时候每一个人，大家每个都很强。那时候17级的人都已经一下功课都做完了，大家开始在对战了。你没做完的就去旁边做功课。我们有2台、4台给你自己做功课。你没做完的就不能来打对战，做完之后就会来打对战，我们就会一直轮流对战。那在对战的过程中，比方说你可能这样打，大家就会说：“你怎么这样打？你为什么不先关？”然后大家就会交换意见讨论。对，你怎么不先关？我就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先关。那可能别人就会说：“不一定要先关啊，你可以干嘛？”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交换意见就会有很多的成长。其实这个是很棒的事情。
对，那黑粉那时候是这样子，那因为后面就是没有已经变成对拆了嘛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做团练了，所以对拆是什么？那时候机台是租断，所以 AA 大使的老板可以支持我们，对，但他拆账之后就没办法。对，那后来我们做 TUD， 后来就是之后我们就开始觉得说想要做 TUDC 这件事情。为什么会想办比赛啊？就是因为你们一开始就是一个标队，然后不是说就是个标队，是很强的标队，就很强的几个聚在一起练习。对对对。可是这跟真的去办一场比赛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同跨领域的事情。就是怎么会想要去办一个大型的比赛，不是那种小型店家赛这样子？因为其实到后期，我的一些就是我在打标的过程中，其实我有一点心酸。为什么说心酸？因为我觉得，选手的路最后应该是怎么样？我自己的亲哥哥是体育老师，他是在体育界已经好久20-30年了有了，对，他有告诉我很多的一些体育界的事情。那我觉得就是我很讨厌，也很不喜欢听到别人跟我说打标没前途。对，打标就是假赛啊，打标就是好玩而已，没前途，打标干嘛？对，其实我们打标的选手要面对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的。对，我其实可以在这里很认真、很负责的说，线上的每一个选手都不容易。对，我们每一天都要上班，包括安生也是啊。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要上班，下了班回家洗完澡马上出门，我们要练习。然后到了假日没有得休息，我们可能还要出国比赛，要去比赛要干嘛？然后又不能输，我们还很多自己对自己的期许。这个就不说一般的选手了。那像我有小孩，我要顾小孩，我每天要等小朋友写完功课、签完联络簿，我靠，我还可以出来练个标之类的。对，选手其实很辛苦，但是在台湾，选手真的不能干嘛？对，你突然觉得选手这件事情是空的时候，那跟我刚刚所说的苏克大使站上去的那个感觉，你觉得那是天跟地？我发现飞镖没有乌托邦，在台湾的飞镖就是这么现实。对你，当你没有了你自己的时候，很多的选手在打到很强，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选手，包括大侠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过，大侠很厉害，但是他也是因为现实的因素，他突然觉得说，我不能打标了，我必须要去工作，他离开了，很可惜。他当初打掉 Raiden， 然后跟 Lawrence 他们这样较量，哇，超厉害。他就这样离开了，这是对台湾飞镖的一个损失。所以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说啊，台湾飞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进步？其实这是一个共业，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选手这件事情。台湾有 Dust Life 有凤凰，在机台商的帮助之下，机台商有他们的资源，有他们的一些东西去让台湾的比赛或是选手越来越好。可是真正我们的选手能够得到什么？我觉得非常的有限。对，我想要出去打个比赛，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我想要去参加，像现在很多连对战表都不会写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大家讲说，我台湾那时候没有比赛，几乎没有比赛。疫情前吧，疫情前已经慢慢就比赛，只剩下店家赛。你要想，今天我每天站在机台前面练标6到8小时，我的投币绝对不会少。我每天一直投币，一直练习，然后换来的是我家人或者是我的朋友对我说：“你打标没有前途。”然后我还没有比赛可以打，然后我到了假日的时候，我只有店家赛可以去玩，然后就输给了一个可能6级的或是8级的，对 handicap， 我就输了，很合理。因为让几项分我可能没有打好，我就输了。那我也会反思，我到底打标要干嘛？我现在在干嘛？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打飞镖不是永远的强，
没有一个人他是永远的这么强，对，一定会有代代会有新人出，然后会有更多的厉害的人，然后一起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想要为台湾飞镖做一点什么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那我们来做一个，我很怀念以前残心流跟欧布路的那个时代。哦，真的哦，我也超怀念的。两坨很强的人对撞，对，因为我跟他们都很好，我没有在哪一派，因为我出来的那个时间其实跟他们都很好，所以每次看残心流跟欧布鲁在对战的时候，哇，超爽的，你就哇，怎么会没中啊？你一定会赢哦，你就帮大家救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氛围很棒，然后强度很高，对。就是你可能一个标漏了，你可能就觉得完了我会输了。那时候包括什么易所威啊，什么那些，我好多董家威什么他们都还在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现在流失了多少台湾的好手？对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辛苦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我也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台湾强的这些选手再聚集起来，我们有一个可以互相切磋的平台，我们可以一起玩，然后一起出国比赛。对，我想要做这件事情，我想要培育选手，我想要让选手看到外面的世界，看到国际的舞台。那要从哪里开始？在台湾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没有资源，没有钱，没有人。对啊，你怎么撑下来的？Oh my god！ 想到就觉得怎么做到的？容我喝一口水。OK， 怎么做到的？太神奇了。因为像我知道以前贝斯哥还有办一个叫 Does Love， 就是你以前是那个用公益种子，就是你的公司嘛办的一个飞镖比赛，但是那一年就是一场而已。怎么会？是不是也有一场的以前办一场大型的经验，所以才可以延续你现在可以？其实我那个也不大型你那个算大型了吧？是借店家来办的，不算大型啊。我记得很多人去打。很多人去打，其实所以是去玩，人数没有那么大型，但是强度是很高的。因为我记得很多强的都有去打。哦，对，因为其实那个时候，因为认识的好朋友多嘛，所以就是让大家一起来玩。因为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其实不在比赛，是在比赛完之后，我把他们通通都找来跟我一起搬物资，有时候我们搬米啊，搬什么，对，叫大家一起来帮忙。那时候我们黑粉的人，其实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送物资。达斯勒夫算一个契机，就是原来比赛是这样办。对，那时候就是其实就只是依照我去比赛的经验，就是照样画葫芦，然后跟店家，比方说那时候像温斐很帮忙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可以借我。那时候残溪有布哥那边也有借我场地，说可不可以借我办一下，包括台中、高雄、金华水月啦，那时候的狂飙大师，他们都一听到要做公益赛，没问题，全力支持。我们就是借他的店家去办一个，其实只是店家赛，然后让大家的爱心一起送出去，这样。我只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方式，让大家一起做公益，消业障，消业障，然后大家一起做公益，然后可以去打比赛。只是想要让自己有一个比赛能打，当时是这样想。那 TUDC 就不一样，就觉得说，可以，我们来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其实一开始一筹莫展，因为没有钱，没有人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我们只是办店家赛，那就不是 TUDC 了，就不是终极飞镖啦。对，这时候就是遇到了我们现在的副理事长，就是张崇义阿姨，对，湾大使的老板，对，哇，他那时候他一知道我们聊完。他觉得说我们的想法是很好的，他愿意全力支持。对，那时候有他的加入跟他的帮忙，去帮我们协调，然后去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，真的是完全是靠他帮我们撑下来。对，TUDC 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做了才知道。但是那一旦第一站做下去，你就会发现你不能停，因为面子问题。对，我们想要去做，我们是内政部核准的立案的协会。其实那时候就是我把所有的选手都找了，都问过一遍。我说，我想要这样做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大家都说好啊，很支持啊，因为没有比赛打，我们就想要打一个高端的比赛，好玩的比赛。因为认识阿姨的关系，从业关系，所以我们就去把 TUDC 整个完整化。
那我就去上课，然后去学协会应该要怎么成立，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，然后去把 TUDC 这件事情办出个比赛。我想要做的是，其实一开始我想要做的是台湾顶级的选手的一个赛事，就是我们自己来打，我们大家一起像标会这样子来选，对，我们来打一个最强的对杠，对，然后就大家都愿意支持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打大赛会比赛在嘉义，比完赛我们这样一票人办了3桌吧，就是那一次的结束，我们哇，全部的你现在看到这些选手，我们全部在那边的热炒店开了3、4桌，我记得3桌还是4桌吧，然后请大家吃饭，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事情，大家要不要做？要做好来，因为成立协会要30个人嘛，我们就是30个选手一起来签名，我们来做这件事情，要不要？啪 ，TUDC 就成立，这就是选手联盟的由来，对。就一起搞选手联盟。我们有一个退场机制，就是说，如果当台湾的比赛是蓬勃的，因为机台商他愿意去办比赛嘛，如果他愿意办，就不会有 TUDC 啦。我们想要像 Perfect 一样，像 Pro 一样，像其他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。我们只是想比赛，只是想要选手。就像我说的，人家说你打飞镖没有钱，我就想要我们有钱的。然后我也知道有很多没有被看见的人，或者是像离开的这些选手一样，对，我们有工作 ，OK， 我们不叫职业标手，但是总可以当副业吧，对，如果他是我的一个副业，我们可以打比赛，然后让别人看见我们，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。不是很多人想要被签约吗？不是有很多人想要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被赞助吗？TUDC 就是为了这个而生啊。我们希望你们被看见，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找的就是所有的选手，然后再来我们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开始。我希望有品牌赞助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因缘机会，因为彭志豪他是 Cosmo 的窗口，那时候 Cosmo 的部长来台湾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有去吃饭，我跟他聊到我有这个构想，他一句话就说我们全力支持。哇，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强心针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好，我们来做这件事情。对，那因为我们黑粉联合的人包括沈天行，他也是千里达的一个对，然后有沈天行啦，有彭志豪啦，然后大家这样慢慢一起把资源引进来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个东西放大，就变成现在的 TUDC 的第一站的开始。对，影片结束了，按赞、订阅、小叮当，小铃铛，拜。